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上一集咧我就賣咗關子啦，今集我就唔賣啦。咁小弟我咧就會前往馬來西亞嘅 MDX 展啦。咁喺我準備各樣嘢嘅時候咧，咁收到一份驚喜嘅開箱啦，就來自於 Pico 嘅。而呢一架車亦都會喺會場度做一個限量發售啦。咁其實就係 Toyota 嘅 MRS VM180 TRD 啦。咁呢一部車咧亦都作為整個 MR 系列入面嘅一個代表作嚟嘅。咁今集咧我哋就會一齊嚟做一個開箱啦，睇下佢喺一啲外觀結構以及內部上面有啲乜嘢嘅唔同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i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我哋嘅時間翻去1976年啦。咁其實當年咧豐田 MR2 嘅故仔咧就會由呢一度講起啦。咁其實當年咧，佢哋係想計劃一部有豐富駕駛樂趣，而價錢又 OK， 仲要唔嘥油嘅一款車啦。咁好可惜咧，當時咁啱撞正石油危機啦，而令到呢一架車咧被逼去到1979年咧先正式開始去研發啦。咁經過咗好多測試之後咧，喺1981年咧，豐田以 SAX 嘅概念車型咧，佢首次亮相啦。咁當年咧更加邀請咗賽車手 Dan Gurney 去協助成個嘅測試工作啦。咁去到1984年嘅時候咧 ，MR2 就正式面世啦，亦都成為咗第一間擁有量產型中置引擎嘅跑車嘅一個汽車製造商嚟嘅。咁經歷咗2代之後啦，嚟到1999年啦，咁正式發布咗第3代啦。咁當時豐田咧，亦都係用咗唔同嘅名嘅。喺日本咧就叫做 MRS 啦，咁喺北美方面咧就叫 MR2 Spider 嘅。咁其後呢一部車咧更加被賽車部門 TRD 咧去進行一個深度嘅強化啦，針對例如死氣喉啦、車底嘅底彈部分啦、焊接點啦，以及仲有加強咗 LSD 啦，以及一啲我哋叫避震，亦都強化咗啦。咁亦都命名為 MR2 VM180 TRD 嘅。咁當時嘅產量咧係只有100架嘅啫，極之少量嘅。咁可以睇得出今次呢一部車嘅珍貴度啦。咁好啦，我哋又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已經見到呢一部車啦。咁首先好多謝 Pico 俾呢個機會我去做開箱啦，亦都同大家去分享呢一份喜悅啦。咁其實1比64世界入面咧，MR 系列嘅車咧相對地比較少嘅，而且今次仲要係呢一部 VM180咧就更加之少啦。咁整體呢一部車咧其實係源自於泰國嘅一位車主所持有嘅 VM180啦。咁整體嘅塗裝方面咧用上咗 TRD 嘅招牌白色啦，以及一個巨大嘅 TRD 嘅 logo 啦。咁喺細節方面咧可以睇得出咧，其實呢架車咧非常之小巧啊，令到佢個車身重量咧亦都低於1000公斤啦。咁喺第1代同第2代嘅時候咧，可以大家成日都講佢話係平民法拉利，因為咧佢嘅線條咧係真係有啲模仿呢個法拉利啦。而嚟到今代咧，大家又會話佢好似保時捷嘅。咁其實喺個線條上面的而且確若隱若現有佢嘅精髓位置及一個韻味喺入面啦。咁整體方面咧，亦都好特別嘅，例如一啲尾翼嘅位置啦。陣間我哋都會一次過講嘅。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咁其實成個車頭咧，我哋先講頭泵把部分啦。咁呢一個咧係 TRD 專門為佢而開發嘅一個頭泵把位置啦。經過咗加裝完之後咧，我感覺更加似保時捷嘅964嘅感覺啦，咁大家唔知有冇呢種感覺啦。咁整體嘅頭泵把部分咧，值得留意嘅有2個部分嘅。第一個就係我哋叫佢做前鏟啦，因為佢有少少凸起及帶有屈曲度嘅。咁呢一度咧兩邊嘅梯形嘅感覺咧做得相當之豐富嘅，呢度唔會話進一大一細啊，或者係轉彎嘅位置有任何嗰種唔舒服嘅感覺咯，係完全冇嘅。第二，兩邊嘅呢個我哋叫做水箱位置啦，咁呢度咧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個質感啦，以及咧我哋叫做帶有少少嘅一個裙邊嘅位置咧，依然有做到嘅，唔會話好平伏嘅感覺啦。呢度立體感十足嘅。咁同埋咧，啱啱都講啦，大家如果咁樣遮住咧，我唔講咧，你哋有機會以為有啲似係保時捷嘅感覺嘅。咁點解咧？原因好簡單，就係呢2盞燈咧，令人哋好多諗法嘅。因為呢盞燈亦都係成架車入面其中一個好精髓嘅部分啦。咁亦都作為當時大家點解話佢似保時捷嘅感覺啦。呢一盞燈咧，Pico 呢度做得非常之立體，通透度十足之餘咧，喺燈杯以及燈罩嘅
我哋叫接合度咧係做得非常之立體嘅。我自己冇諗到咧，佢喺呢一個位置做得咁靚，通透度十足，仲有黃色燈嘅位置啦，亦都比較工整嘅，值得一讚啦。咁車頭冚嘅部分咧，亦都係透過，因為今次 Pico 喺呢一個白色嘅噴漆方面咧，亦都做得較為薄啦、貼服啦，令到整體嘅車身線條咧係非常之清晰可見嘅。見到兩條嘅車頭冚嘅兩條閘骨線啦，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豐富咁呈現到啦。咁同埋咧呢一隻白色咧都衰啲咁講係比較難搞，好容易會出現任何嘅滾邊現象嘅。咁呢度完全係零啦。咁最後一樣嘢啦，咁叫得一架咁小巧嘅跑車咧，當然兩邊 H 位做得非常之幼細，令到駕駛者有一個足夠嘅可視角度嘅，做得非常之即係當時做車真係好顧及駕駛者嘅使用嘅感覺咯。而家嘅車就真係型格嘅為主啦，真係。所以可想而知當時豐田對於呢一架車有幾大嘅期望啦。咁大致係咁啦。咁我哋講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我哋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嗱，啱啱講漏咗少少嘅，原來咧呢一個水撥咧，我啱啱又再去深究過啦。其實係一個獨立嘅金屬件嚟嘅。咁可以見到咧，Pico 喺對於一啲細節位上面嘅專注啦。今次採用咗全金屬嘅設計，非常之唔錯嘅，同埋肯抌本落去做啦。咁第三點啦，我哋睇翻呢一個位置啦，就係呢個車頂嘅壓線部分啦。基於呢一隻噴塗咧做得非常之透薄啦，可以睇得出個車身嘅線條呢個輪廓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嗱，有啲朋友就會問啦，喂，其實 MR 系列咧會有開縫啊，會有硬頂、軟頂啊。咁其實咧呢部 VM180咧係一個硬頂嘅設計嚟嘅，為咗提高車身嘅剛性而做咗一個硬頂嘅設計啦。咁呢一架車咧，另外兩個地方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就係呢一個車嘅我哋叫做側門嘅呢一個圓形嘅一個玻璃窗啦。咁呢一個位置呢，係一個收邊嘅位置，係帶有少少圓潤度嘅，大家可以見得到呢，係唔容易嘅。而且呢，呢一個玻璃窗亦都係有別於頭尾兩個，即係車頭擋風玻璃及車尾啦，係有少少嘅唔同嘅。咁呢一點咧，亦都睇得出佢哋嘅細心部分啦。咁最後咧，令到我最有驚喜嘅部分就係大家會睇到咧呢個，當然大家都識嘅 Toyota Racing Department 啦，唔係淘寶 Racing Department 啊嚇。係啊。咁咧，大家注意嘅部分係呢一個我哋叫疏氣窿嘅部分啦。呢個進氣窿係將引擎帶入去將啲風帶入去引擎位置做冷卻嘅部分啦。喺呢一度咧，Pico 用上咗分件嘅。咁喺呢一度咧，點樣去表達咧係好重要，因為大家會知道最尷尬嘅位置就係咩咧？當有時呢啲咁嘅凸起位置咧，如果你做拉花咧做得唔好咧，就會呈現到一種撕裂嘅感覺，即係你硬係覺得佢睇嚟睇去都硬係怪怪地嘅感覺㗎。咁呢一度咧，Pico 做咗一個好好嘅示範。呢一度咧係做咗一個分件嘅設計，而做到一個深度嘅，呢度係令到我有驚喜嘅位置之餘咧，大家留意嘅位置係佢組合出嚟嘅嗰種撕裂感咧係完全冇嘅，一體性、一致性非常之高，所以咧呢度係有花過苦功嘅，睇得出噶啦。咁最後尾翼嘅部分啦，亦都值得留意嘅。嗱，我哋再從車尾嘅部分講起啦。咁其實喺成個車尾咧，因為呢一部車咧已經係經過咗強化啦，馬力亦都最大去到156匹啦，所以除咗有入氣方面會係一個前面會做咗強化之外啦，喺車尾嘅散熱部分咧，大家會見到有特別加製咗一個散熱窿嘅。咁呢一啲咧睇到 Pico 其實做得非常之唔錯啦，冇任何嘅滾邊以及一啲積油嘅現象啦，做得非常之好。而且可以從陰影角度睇到咧，其實佢呢兩邊咧有兩條好特別嘅我哋叫做骨感線條啦，咁係突顯令到成架車嘅質感再豐富一啲嘅。咁另外啦，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今次喺尾翼方面啦，亦都係經過咗 TRD 嘅部門去特別去處理嘅一隻尾翼啦，呈現兩邊嘅腳嘅位置，我哋叫做尾翼嘅腳咧係呈現咗一個傾斜啦。咁呢一種感覺咧真係好有保時捷嘅感覺嘅。咁另外啦，整體成個車尾入面最焦點嘅部分，當然就係呢兩盞咁厚實嘅尾燈啦，要做到嗰種肥得嚟又要圓潤得嚟又要紮實嘅感覺咧，呢一度咧做得非常之好嘅示範啦。咁點樣去表達咧？
呢種叫做咩呢？用4個字表達珠圓玉潤嗰種感覺啦，大家會明我講乜噶啦。正正就係我需要嘅嘢啦，因為其實車尾嘅部分最焦點咧，因為佢個尾燈咧，因為佢車身比例咁細而佔嘅比例咁大咧，所以呢一個位置要做得好咧，一啲都唔容易嘅。咁最後一樣嘢啦，死氣喉嘅部分咧，亦都有金屬嘅質感啦，相當之唔錯啦。咁好啦，咁外殼上面非常之高質素嗰款車啦。咁我哋打開個內籠俾大家睇下啦。好啦，嚟到內籠嘅部分啦，咁其實內籠咧真係同普通嘅 MR 款，即係 MRS 嘅款係一模一樣嘅。咁呢一個咧係根據翻當時泰國車主去營造嘅感覺，其實都係用上咗2張筒椅啦。咁喺呢一度咧，我做咗少少嘅點綴位置啦，去強化翻個質感嘅少少嘅點睛嘅感覺，例如有啲銀色波棍啦。咁其實整體嘅佈局咧同普通嘅 MRS 咧係一模一樣，所以咧當時豐田咧着略地，因為都咁講啦，佢哋資金比較短缺，所以佢哋會着咧喺整體嘅性能啦，以及一啲操控上面咧，去俾到最大嘅滿足感俾使用者啦。相反地喺內部嘅結構咧，用上一個字啦，就係夠。咩叫做夠呢？即係啱啱好夠你用就得啦。你最緊要玩係玩我架車嘅質感啦，玩各樣嘢啦。所以咧，可以睇得出咧。即係當年每一間廠都係好奮力去做呢一啲事情嘅，咁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合翻埋架車啦。好啦，今集咧就冇可購買指數噶啦。大家一定會問我，喂，咁值唔值得買？咁當然啦，馬來西亞展咁一定值得買嘅。咁但係咧都係講一句啦，理性消費，覺得中意嘅先至好去買，唔好話一味大家鼓吹你話一定要衝，咁你就走去買咯。真係中意先好買。理性消費啦。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去做總結啦。大家已經睇晒呢一部車啦，係咪好想要先？我諗應該之後大家都會從唔同嘅途徑會買到呢一部車啦。嗱，咁嚟緊呢，我就會去 MDX 啦，咁亦都會拍攝好多唔同嘅片啦，會俾大家睇啦。希望到時候大家支持我啦，希望俾個 like 我啦，同埋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啦。呢一個 MDX 咧都可以話係小弟一個，即係正所謂奔走行咧，我都未試過嘅，為咗一啲展覽而去做呢件事啦。真係好開心嘅。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就會場見啦，拜拜。